荒原像一座被践踏的战鼓，回荡着机甲巨物每一步落下的轰鸣声。绿皮兽人如潮水般涌向战场，狂笑与嚎叫交织成野性的合唱。破烂战旗在泥泞中飞舞，奇特的工事与自制垃圾山喷吐着火花与烈焰。他们用暴力和混乱当作语言，每一次冲锋都是对秩序的咆哮。对面极限战士列阵如冰冷的律法，蓝色战甲在晨雾中闪出冷峻的光芒，秩序与精准在他们的步伐与火力中展开，连珠的爆破、严密的守护与瞬间的近战冲突，将野心的浪潮一寸寸切割。绿皮的狂暴与数量和疯狂冲击，极限战士则以训练与铁力回应。这是蛮力与纪律在泥泞中相互撕扯的较量，尘土、血液与吼叫交织，战场在第一波碰撞中彻底燃起。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次的战锤 40K 对战战报。本次视频是由我们经历了艾德蒙顿 GW10 版最后一场比赛升华之后的史将军和他的极限马桶人，以及最近一直在埋头苦做模型的罗老板的绿皮。首先来介绍一下罗老板的绿皮军队。作为本次11版的首发种族，绿皮经历了不少模型的大更新，并且一改10版羸弱的风气，目前在各个大赛中非常的坚挺。本次军表的主将是一个拥有强化焚灭者的次元炮大鸡巴，带领一队6人坦豹小子，还有2只次元炮大鸡巴，分别带领2队10人的拾荒小子，3个普通大鸡巴，分别带领一队坦豹小子，一队3人僻精计时炮，10人拾荒小子，一队10人的僻精小队，2辆卡车，最后的最后，还有我们最哇的古巨基，经历了800分到600分的超大降分，古巨基终于有了一战之力。本次使用的团次是2 DP 的恐怖豹群和1 DP 的更多打卡，都是红色的分队。大家可以看出来，这是一个绿皮射击表，打卡团侧给步兵跑射和哇的回合连击1，恐怖豹群的 CP 也都是远程 buff 为主。600分的古巨基吃上 buff CP， 那输出还是相当的可怕的呀。拉满6个技师也是可以同时吃到2个团侧的能力。最后拾荒小子的6加重也可以用海量的枪术和重头来对抗目前环境的掩体减1重，毕竟本来就是6加重，你还能给我修到7加重吗？接下来是由基里曼率领的 U 团表，主将当然是基里曼大人啦。卡托西卡留斯带领的6人荣誉卫队有升级战团冠军和骑手，一个先锋军副官，一个智库有强化时间回廊，带领10人宿卫老兵。第2个智库有升级骑射，带领一个副官和10人宿卫老兵，真的是变态的组合呀。5个普通小仲裁，5个跳包突击仲裁，一队5人入侵者，5个侦察小队，一辆反击者坦克，以及最后一个非常抽象的落锤地堡。毕竟对面都上了古巨基了，史将军还是做人的。本次使用的团侧当然是变态团侧，智库密会 1DP 和2 DP 的轨道突袭部队啦。史将军选择的是绿色的主人物，这个表最有特色的当然就是2队畜生宿卫老兵了。5加反载具，6加毁伤，打视野目标全重头造伤，12寸还加1A 呀，那真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呀！再配合基里曼的双 OS 和近战的荣誉卫队大团子，真的是远近都能杀呀。介绍完军表，叫我们看看双方的主人物分别都是什么吧。绿皮的是势不可挡，杀了一个敌方单位3位皮，从第2个回合开始，自己的指挥阶段结束时控制1个点可以获得4分，自己的回合结束时翻了1个点控制3分，简单粗暴的杀人翻点。U 团的主人物是无法撼动，在你的回合结束时控制1个或更多目标点获得3分，第2个回合开始，在自己的指挥阶段结束时控制1个点5分，简单的疯狂站点就可以了。宣布战斗编队，兽人2辆卡车分别做一队10人拾荒小子和6人的坦豹，古巨基里做了一队10人的拾荒和6人的坦豹，还有一队10人拾荒在天上准备侧击。U 团一队10人智库在天上，落锤地堡在天上。
双方玩家开始部署，绿皮第一手部署小屁精踩点防一手对面的深打，U团部署侦察小队在家里左上方，兽人第一台小卡车部署在中场掩体后面，里面坐着6个坦爆。U团部署仲裁在家里目标点，兽人直接部署古巨基在战场右下角的掩体后方，确保自己的枪管不能被看到啊，真的是太大了，有点不好部署啊。U团部署5个飞包在掩体里面，兽人部署第2台卡车在古巨基的旁边。U团部署反击者坦克在战场上方掩体后面，兽人部署3台屁精炮在小屁精的后面，兽人部署完成了。U团紧接着把入侵者铁兵部署在飞兵的前面，基里曼在中场，先锋军渗透到中场掩体后方，部署了荣誉卫队在基里曼的旁边，最后的10人苏维老兵在家里准备等下就回天了。双方部署完成。U 团的先锋军小副官选择中场的点，重头1的造伤。U 团玩家平头获得先手，首先进行一波斥候移动，入侵者小队向前移动到掩体后面。U 团第1回合开始，次要任务抽到信标和击倒巨物，信标选择基里曼大人。第1回合谁也看不见，所以实验目标就非常简单的选了一下。移动阶段开始，基里曼向前移动，来到中场掩体后，上方的反击者微微调整一下，踩上了目标点。荣誉卫队一个奔跑向右上方，去到反击者的旁边，有3个人踩到了目标点上。战场下方的5人跳包向前，简单一点，来到掩体后面。仲裁向前移动，拉出一条斜线，没有射击，没有冲锋。回合结束，主任务成功获得3分。兽人第1回合开始，次要任务分别抽到中央核心和进化。第1回合当然是不开化了，指挥阶段的计时小子那肯定是给旁边的古巨基加一重啊。移动开始，小屁精没有成功4加回 CP， 进行一波手脑思考之后，古巨基决定来 ECP 给自己一个超级锅炉。友方兽人机甲单位可以从头加速，并且有突击的技能，成功跑出一个3，足够了，直接把大枪管伸到中场的掩体上。因为足够的高，所以对基里曼和荣誉卫队全部都有了视野，直接看穿。11版这个地图真的是太利好射击载具了，看到了这黑洞洞的大枪管子，基里曼心里是真的有点虚呀。接下来，古巨基旁边的卡车向前移动上点，做一个净化。旁边的计时小子向前移动，跟进古巨基。中场的第2辆卡车转向一下，向前移动，来到中场，准备射爆基里曼。后方的小屁精奔跑向前移动，试图防一手对面的深打，但是现在9寸连续性的要求下，估计也做不太到。屁精炮简单向前移动不上点，移动结束。这里绿皮玩家实际操作有很大的失误呀，在古巨基和卡车里的射击步兵应该在载具移动之前下车的，因为兽人的载具太脆了，顶上去做任务和杀人，下回合基本是必死的，所以连带着车里的人也会遭殃。一旦对对面的近战缠住，基本游戏就会宣告结束。不过目前小子们的脑袋里只有赶紧摁下那诱人的大红色发射按钮，开始射击。在罗老板开始射击的时候，史将军开始使用凯神的绝招，进行了一波亚空间祈祷。凯尔的绝招，怎么样？打不中我。好，中场卡车里的坦爆和次元炮大击霸射击基里曼，成功打出5血，然后强制给基里曼的震慑5加，震慑居然过了，剩下的坦爆小子直接给基里曼抬走了。嘿嘿嘿，太惨了呀，太惨了！不过还好，3加成功复活了，要不这摄政大人也太没排面了。接下来是我们最哇的古巨基，全部射击面前的荣誉卫队。U 团使用 ECP 致盲景象，给自己的荣誉卫队和反击者开一个烟幕。绿皮也不落后，花费 ECP 突，全部从头射击命中。不过有危险，射击之前团测的试试这个按钮，直接选择连击，这样1到3都是致命，致命没过，还有27血，不怕，稳的一匹。开始射击，茫多的枪，一波噼里啪啦的射击下来，带走了4个半的荣誉卫队。可惜呀，第6血的伤害枪出了2个1，要不应该是可以直接带走整队的荣誉卫队的。
非常不错的射击，不愧是绿皮，越大就是越猛啊！回合结束，中央核心因为古巨基的炮管在3寸内拿下一个3分小分，净化获得2分。主人物杀了一个3分，智库那一队回天起飞，侦察也是回天。游团第2回合开始，次要任务抽到防卫要塞和掠夺，主人物获得5分。ECB 强过荣誉卫队的士气，实验目标那肯定是给到古巨基了。基里曼的第2个实验目标给到了中场车里的坦豹小子。移动开始，入侵者来到古巨基的面前，飞镖重踩向前移动，进入掩体。基里曼向中场的卡车移动，荣誉卫队向前移动，贴着掩体。反击者向前移动，上点。中场的重踩一个6寸奔跑，来到中场掩体后面踩点。深打，侦察小队来到了战场底边。落锤地堡深打到反击者的旁边，最猛的一队智库和副官带队的苏维老兵落到了古巨基的面前，准备一波毁伤干死这个垃圾山。第2队智库落到了战场右下角，万一第1队没有打死古巨基，第2队可以继续的补伤。兽人玩家 ECB 快速入场，在天上的一队拾荒小子侧击，这里也是很没必要。射击的深打实际一般是不需要浪费 ECB 快速入场的，毕竟现在8寸深打很好落下，并且可以寻找更好的射击角度。开始射击，入侵者成功打中古巨基，没有伤害，但是成功挂了+1重的 buff。要命的来了，智库带队的开始射击古巨基，苏维老兵5加反载具带毁伤，打试验目标全从头造伤，加上智库一波下来，一共打出来26点毁伤呀！最后的一滴血呀，被副官打掉，太可惜了呀！一波给兽人600分的古巨基直接带走啊，太凶残了呀！这时候就要看看会不会爆炸了，这一炸可是2D6呀！我操！我他妈基本死了！我操！不愧是兽人最哇的垃圾山呢，一点都不负众望的出了6，这中心位置真是有点可怕了。先开始跳车，拾荒者死了3个，坦豹掉了1滴血，开始头爆炸了。哎呀，先炸了拾荒小子5滴血，中场的卡车7血，基里曼必须死，还剩6血，成功除了7。第2台卡车直接炸了12血，这直接给炸死了。古巨基跳车的坦豹死了3个，计时小子被炸死了，挑包仲裁死了2个半，入侵者被炸死了3个，后面的屁精被炸死了9个。这一波爆炸炸出了快50点致命伤呀！原体大人毛都没干就被抬走了。卡车里的拾荒小子跳车死了1个。落锤地表开始射击，成功抬走了中场就剩3血的卡车。坦豹跳车又死了1个人。反击者射击刚刚跳车的坦豹，轻轻松松灭对小坦豹。来到战场右下角的苏维老兵 ECP 开自动感应调节，给连击1，轻轻松松直接干死所有的拾荒小子。没有冲锋，回合结束，防卫要塞还在进行，掠夺拿到5分，主人物本回合一共8分，非常刺激的一个回合呀！绿皮。第2回合开始，次要任务抽到刺杀和压制力量，先过一下震慑吧。屁精和在中场的4人拾荒小子全部通过，不过还有5人的坦豹小子没有过。抬眼一看，兽人已经没啥东西了，只能说古巨基带走的不仅是兽人的信仰，还有他们的肉体。开挖吧，再不开下回合彻底就没东西了。移动开始，中场的拾荒小子走上中场的点，没过震慑的坦豹向跳包仲裁移动。刚刚深打下来的10人拾荒小子向自己部署区的目标点奔跑移动，这样就能射击战场右下角的宿卫老兵了。计时炮全部上掩体，这样就能射一波反击者了。射击开始，中场的拾荒小子先射击就剩2人的入侵者小队，成功消灭了他们，不过自己又被危险测试炸死一个。满员的拾荒小子全部射击右下角的宿卫老兵，成功打死了6个，还是挺猛的哈。接下来最后一队坦豹继续射击残血宿卫老兵，成功灭队全部的畜生宿卫老兵。计时炮选择花 ECP， 大子弹装大枪，打载具或巨兽加1造加1地。
但是有危险，最后成功打掉8点血，然后3D6危险出了2个1，炸死了自己一台计时炮啊！真的是兽人科技呀！冲锋阶段开始，战场下方的坦豹小子成功冲锋跳包，就这一个冲锋进站，当然是轻轻松松带走最后的2个半小跳包啦，然后重整贴住侦察小队。回合结束，主任务一共获得6分，刺杀获得5分，压制力量3分。U团的防卫要塞成功拿到5分的大分。U团第3回合开始，次要任务抽到诱人目标和彰显武力，坦克被震慑了。诱人目标，绿皮玩家肯定是选择战场下方中场的目标点了。主任务成功拿到10分，试验目标给到计时炮。移动开始，侦察小队先撤退，差一点就无法撤出2寸外啊！10人速卫老兵向前移动，为了诱人目标，所以不能射击面前的坦炮，要冲锋呀！仲裁向前移动，射击开始，反击者全部射击计时炮，成功打爆一台，最后一台还剩1血，落锤地堡是真拉呀，全部 miss 了。冲锋开始。仲裁冲锋墙后的始皇小子成功，速卫老兵开始冲锋面前的坦豹，可惜7寸冲锋冲头了也没有成功呀。近战开始，仲裁干死了所有的始皇小子，就剩最后的次元炮大鸡巴了。大鸡巴反手一刀砍死一个小仲裁。回合结束，主任务一共获得13分，次要任务全部继续留着。兽人第3回合开始。主任务拿到4分，次要任务抽到信标和击倒巨物。震慑除了屁精都过了。移动开始，屁精的4家成功回到 ECP。屁精的监工向前移动做信标，战场下方的坦豹小子向前移动。中场近战的大鸡巴撤退。最后的主力满编始皇小子奔跑出了1，滑 ECP 从头成功出了6，全部来到中场准备射击。射击开始，坦豹小子全部射击面前的速卫老兵，成功打死了4个人。屁精炮全部射击，反击者大鸡巴的第6伤害成功打穿1枪，可惜出了2啊。ECP 果断重头，直接伤害出6。接下来始皇小子全部射击反击者，花费 ECP 大子弹装大枪，加一地加一造，全力以赴的灭杀反击者，成功干死反击者。反击者居然又爆炸，炸了荣誉卫队2血，地堡直接被炸了6血。今天真是国际自爆日啊！冲锋开始，坦豹小子冲锋速卫老兵成功，就这一个冲锋近战成功打死3个速卫老兵，老兵反打干死了全部的坦豹小子。绿皮士自杀冲锋呀！回合结束，击倒狙5分，主任务一共拿到7分。U团第4回合开始，震慑全部通过，次要任务抽到深入敌后和压制力量，主任务又是一个稳稳的10分，试验目标还是计时炮。移动开始，先锋军副官奔跑出1，可惜 ECP 重头还是出了2啊，上不去上方的中场点呀。速卫老兵向前移动，荣誉卫队向前移动，准备冲锋始皇小子。仲裁也是走出墙体，准备冲锋射击兽人的最后主力呀！侦察小队向前上点，做完诱人目标，U团移动结束。绿皮 ECP 坚守射击面前的荣誉卫队，成功干死了最后的荣誉卫队，就剩下 HQ 还活着了。射击开始，中场的次元炮大鸡巴当然是被射死了，落锤堡带走了最后的计时炮。U团 ECP 给仲裁战术斩首，给他们精准，准备狙杀大鸡巴。可惜啊，一波输出，大鸡巴还剩3血没死。冲锋开始，西卡留斯直接一个8寸冲锋成功，仲裁也是成功冲锋。近战开始，西卡留斯 ECP 自动感应协调，给连击1，两队打完直接给始皇小子打的还剩5个，居然还活了几个人，难得呀绿皮。回合结束，U团次要彰显武力和诱人目标各拿5分，主任务一共13分，绿皮的信标完成3分。绿皮第4回合开始，次要任务抽到防卫要塞和掠夺，非常简单的一个回合了，绿皮玩家已经很难挣扎了。
披荆震慑通过，进攻区域点上做了一个掠夺。大鸡爸爸就向前移动，拾荒小子吧就向后撤退，绝望溃逃就死了一个，射击全部 miss。大鸡巴成功冲锋西卡留斯，近战大鸡巴最后还是挣扎了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干掉这个西卡留斯。成功，剩下就没有什么可以操作的空间了。回合结束，次要掠夺5分，主任务3分。U 团第5回合开始，次要抽到刺杀和爆招，主任务直接10分拿满。次要任务那当然是简单，直接拿满15分。主任务最后再拿3分，一共13分。最后的比分来到了93比55呀！恭喜我们的史将军代表蓝马桶战团拿下11版首胜。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耐心观看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个一键3连。我们会努力更新更多的战报视频给大家观看的。